她是丈夫眼中的完美妻子，是众人口中的模范母亲。她性格温柔、活泼开朗，热爱生活，为养育儿女尽心尽力，却在故意支开丈夫后，亲手勒死了3个子女。事后，她坚称受到了恶魔的蛊惑，可调查的证据却表明她意识清醒，而且早有预谋。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她如此的狠心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袁档案社。我的频道主要讲述一些真实的离奇案件，希望在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从而给我们带来一些警示。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令人不胜唏嘘的案件。2023年1月24日下午6点，帕特里克驾驶着汽车行进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乡间小路上。他与妻子林赛7年前结婚，并育有3个子女。为了让孩子有更舒适宽敞的环境，他们攒下了50万美元，在这里买下了一栋带有花园的2层小楼。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空间足够大。他们将院子改造成了游乐园，添置了秋千、滑梯和玩具手推车，尽最大努力为孩子们创造美好的成长环境。一想到3个孩子，帕特里克的脸上不自觉地就泛起了微笑，那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大女儿克拉今年5岁，她温柔美丽，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人，照顾弟弟妹妹，还会为爷爷奶奶精心地准备礼物。她对家人的爱意热烈且真诚。3岁的儿子道森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天生幽默大方，尽管十分的顽皮淘气，经常制造麻烦，但也有着最纯粹的善良，总是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每天晚上也要抱紧爸爸才能睡着。小儿子卡尔才刚满8个月，是一个充满快乐和活力的小宝宝，每次都能以独特的方式治愈帕特里克。更了不起的是，前不久他还学会了叫爸爸。想到这些，工作了一天的帕特里克瞬间充满了动力，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3个孩子身边。晚上6点09分，帕特里克抵达了目的地。他兴奋地打开房门，可迎接他的并不是往常的热烈拥抱。房子里面寂静无声，大声呼唤也无人回应，这让他意识到了一点不对劲。妻子和孩子们呢？他们出门了吗？帕特里克给妻子林赛打去了电话，可对面无人接听。他急忙跑上楼，又发现卧室的门被反锁了。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太多了，一脚便踹开了房门。屋子里面没有人，但没等帕特里克松口气，洞开的窗户和地板上的血迹再次让他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他跑到了窗户边，向下望去，林赛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手腕上隐约还有鲜血流出。恐惧笼罩脑海，帕特里克飞奔下楼，同时呢，手忙脚乱地掏出了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从电话录音中可以听到，他在确认了林赛无生命危险后，便焦急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孩子们又在哪里。此时林赛意识还清醒，他告诉帕特里克自己想轻生，便在割腕后跳了下来。至于孩子们，他们在地下室。帕特里克稍稍放下心来，孩子们没事就好。他在林赛身边等了几分钟，在警方到达现场后，便急忙进屋查看孩子们的状况。可就在帕特里克进屋不久，巨大的尖叫声突然从屋内传来，现场的警员急忙循声进入地下室，眼前的一幕瞬间吓坏了所有人。空旷的地下室里，帕特里克瘫软在地上，痛苦的哀嚎，而3个孩子，包括那个只有8个月的婴儿，安静地躺在地上，一根运动带紧紧地勒住了他们的脖子，他们脸色铁青，命悬一线，情况万分紧急。随行的医护人员飞快地抱起孩子，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但令人痛惜的是，克拉和道森在送到医院后就被宣告死亡，而小儿子卡尔在坚持了3天后，也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究竟是谁这么狠心杀害这3个可爱的小孩呢？经过现场勘查，很快就有了结论。而当警方将结论告诉给帕特里克时，痛苦再度撕裂了他的内心。他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凶手不是别人，正是3个孩子的母亲林赛。在所有人看来，林赛的人生堪称完美。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恩爱，亲友和睦。他们无微不至的爱意造就了林赛开朗热情的性格。就算是在身处困境之时他也依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从不轻言放弃。得益于这份向上的心态，林赛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都走得十分的顺遂。高中毕业后，他被当地顶尖大学录取，并且在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美国新西兰地区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麻省总医院工作。工作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是继续的攻读护理学，并且在2年内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取得了护士执照。他业务精湛，待人和善，获得了同事和病人们的一致认可。不少人直言他是自己遇到过的最好的护士。
事业一帆风顺，爱情呢也不期而至。2014年，林赛与同样是顶尖大学毕业的计算机高材生帕特里克相遇了，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迅速地坠入了爱河，并且在2年后踏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深爱着彼此，即使相恋多年，炙热爱意也未减少丝毫。他们每天早上都会热情地拥抱对方，都会说上无数次的我爱你，事无巨细地与对方分享生活。他们一起谋划着未来，认真经营着小家庭。在帕特里克的眼中，林赛就是最完美的妻子，全世界独一无二。而在大女儿出生后，林赛也展现出了完美母亲的形象。她毫不掩饰对孩子的溺爱，为孩子们精心挑选可爱的衣物，认真准备每一个节日的礼物。在社交平台上记录着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几乎所有的发帖都和小孩有关。她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陪伴孩子上。就在2019年的圣诞节，她还发出了2个孩子的合照，称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妈妈。毫无疑问，她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是幸福的。那时他们家中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她和丈夫一起为孩子们布置了游乐园，孩子们可以肆意的在那里玩耍嬉闹。也正是这份幸福，让他们决定再生上几个小孩。2022年，小儿子卡尔的出生，更是让这个家庭又多了不少的欢声笑语。林赛在网上的分享又多了一个稚嫩的小宝宝，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维持这份幸福的最大功臣正是林赛。他的朋友们都说，我不知道还有比林赛更好的母亲了，他简直为他的孩子们而活，他爱他的孩子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可就是这个公认的模范母亲，却亲手勒死了自己的3个儿女。消息一经公布，全美震动，甚至引发了公众的激烈争吵。部分人认为林赛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煞费苦心的计划谋杀了3个孩子。而林赛的朋友们则选择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已然坚定地认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杀害孩子绝非本意。灭绝人性的罪行和林赛身上的模范母亲的光环产生了巨大冲突，也让笼罩在这起案件上的迷雾越发的浓郁。所有的人都想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舆论的压力下，警方也很快公布了案件的最新进展，还原出了案发的全过程。2023年1月24日，这天是周二，早上下了一场雪。帕特里克如往常一样在家中地下室办公，林赛带着克拉和道森在雪地上玩耍，他们一起堆了一个雪人，还拍下照片发给了帕特里克和爷爷奶奶。妻儿的欢笑让帕特里克深感欣慰，甚至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到了下午4点，克拉稍有点受凉，开始拉肚子，林赛便在网上搜索了药店，在半个小时后向药店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售治疗拉肚子的儿童药物。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林赛向丈夫发了一条短信，询问其是否愿意去拿下药，顺便去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买份晚餐回来。下午5点10分，帕特里克结束了工作，他从家中出发，按林赛的要求出去购物，然后在6点09分到了家中。在此期间，帕特里克曾经给妻子打电话确认要买哪种药物，但没有打通。不过1分钟之后，林赛就给他回了电话。当时帕特里克感觉到妻子在电话那头似乎在忙什么，但并没有太过在意。而等到帕特里克回到家中时，悲剧竟无法挽回。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林赛在选定药店和餐厅时就已经计算好了大致的时间。丈夫走后，他就向3个孩子下了手，并且在帕特里克打电话后已然没有停手，这表明他早有预谋，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她故意先支走丈夫，去做一份至少半小时才能完成的差事，制造了犯罪时间。而她也十分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所以选择了轻生。在割腕未果后，她又选择了跳楼。一切证据都指向林赛故意犯罪的可能，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身为3个孩子的妈妈，她又如何下得去手呢？林赛被送到医院后，经过医生诊断，他的腰部以下遭受到严重的创伤，已经瘫痪，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但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在他的口中，人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他并非外人看起来那般乐观开朗，尤其是卡尔出生后，产后抑郁症就一直困扰他。他多次寻求医生的帮助，陆续服用了13种药物，但都无济于事。在2022年12月底，她告诉丈夫自己有了轻生和伤害孩子的想法，并在随后住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但是当医生为林赛做过全面检查后，并没有发现林赛有自残或者是伤害他人的倾向，于是就只给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在2023年1月5日为林赛办理了出院手续。
但是到了1月22日，林赛再度感受到了焦虑，丈夫陪她又去开了药，吃过药之后情况又有所好转，好像这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悲剧还是发生了。1月24日下午，林赛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必须要杀死孩子和自杀，并且之后他的精神就错乱了。等到清醒过来，3个孩子已经被他亲手扼杀。根据辩护律师提供的材料，林赛之所以会出现精神错乱，极有可能是因为服用了多种的精神类药物，在体内产生冲突而导致了药物中毒。这似乎是关于林赛为何会下此狠手的最好解释了。但是检察官对此却并不认可。虽然她向丈夫表达过伤害小孩和轻生的想法，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过精神病史，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备过。而且根据2022年12月份对她进行评估的精神科医生得出的结论，她并没有患产后抑郁症，并且就在案发前不到3周，她才刚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当时的医生的结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从杀害3个小孩的缜密计划来看，林赛已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因此检察官合理怀疑一切关于产后抑郁及精神病的描述都是林赛故意营造的假象。他从杀害小孩前就为脱罪做好了铺垫。检察官这个怀疑也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再度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的讨论。但林赛究竟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披着和善外衣的恶魔，公众没有发言权，她的丈夫才有。在公众吵得不可开交时，帕特里克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回忆了之前的美好时光，讲述了作为父亲的快乐和林赛相恋的过程。他告诉大家，林赛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女孩，无论是对家人、朋友或者是病人，她对每个人都有慷慨的爱和关心。她不相信林赛会是故意伤害小孩的恶魔。她请求所有人都能够放下争执，选择原谅因为生产而患上抑郁症，最终失去了自己3个孩子的母亲。接下来，她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治愈自己和林赛的工作中，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支持她。不仅是帕特里克，林赛的朋友、同事以及病人们也纷纷向检察院寄去信件，证明林赛的为人。他们都认为正常状态下的林赛绝对不会犯下那等恶行。关于他是故意犯罪的结论更是太过无情，完全忽视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珍重。帕特里克和朋友们的发声也让逐渐上头的公众逐渐的回归了理性。但关于林赛是故意还是精神疾病的困扰，并非帕特里克和亲友们可以下结论的，还需要等待检察院的进一步确认。悲剧已经无法挽回，而林赛身上疑似患有的产后抑郁症已然值得我们警惕。这种情绪障碍最开始仅仅表现为忧虑和疲惫，通常会在分娩之后出现，但如果不及时治疗，极有可能会出现类似林赛那般的伤害他人以及自杀的想法，最终发展成抑郁症，甚至是精神病，严重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老袁在此希望朋友们对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们多加关爱，一旦发现有不好的倾向，要第一时间向专业人士求援，让陷入困境的妈妈及时得到帮助，避免惨剧的再度发生。好了，朋友们，揭开世间谜案，洞察人世尘寰，我是老袁，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